有点大的巴黎呢。去城堡的路上哟。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一日任务。今天要跑2个小镇，然后看2个城堡。预计早上1个，下午1个。太阳。Alborg洞。到城堡下面啦，城堡区。说实在话，这个前往城堡的路上看起来有一点点的凄凉，左右的房子好像都没有人住都长满了花花草草。哎呦，这是4户人家。对啊，然后刚刚还有看到一些破掉的房子，门窗是破的。咦，好像是从这里上去 ，Go Go Go。Alborg 懂？应该是念错了，但没有关系，走吧。Go Go Go， 城堡路口。很棒没有什么人，我就不会尴尬的在那边录影。昨天边走边录，惨遭人，笑死了。我的天鹅，走不完的楼梯耶，超美的梅县的全景。好，趁现在没有人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梅县其实是以前皇室做瓷器的产地，然后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博物馆，里面都是展出当年皇室瓷器的东西，锅碗瓢盆。对，这边是以瓷器为名，然后它离 Dresden 大概以市中心到市中心的话，大概40分钟的车程，蛮近的。如果有来的话，可以来这边看看，很美。你看，转圈圈系列，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但这个看起来像是以前看太阳的时钟，我忘记我们台湾叫什么了。这个城堡有什么厉害的呢？这里是第一个德国皇宫型的城堡，也是第一个成功研发出瓷器的地方。在那之前，欧洲皇室常需要跟中国还有日本进口瓷器，直到2战爆发，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城堡重新修复成为今天的博物馆。城堡的另一个经典是楼梯设计，有看出来吗？关于瓷器研发成功，其实有一段黑历史。那时候国王欧格想要从亚洲买更多的瓷器，但价格实在是太贵了，所以他异想天开，想要把金属变黄金。于是他把炼金术师伯特格囚禁起来，逼他找出炼金的方法。结果他没有找出炼金术，反而意外制造出瓷器。1710，国王欧格成立了欧洲第一间瓷器工厂。那个时候，为了保住这个秘密，他在城堡外面加了很多的关卡。1691688168916871691，刚刚两个长得很像哦，这样长得超像然后169
看不到。然后刚从城堡里面出来，等下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看到了些什么。这个真是要气狗，但其实我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所以我就想说不要进去好了。每天都会遇到校外教学的小孩，这是我刚刚上来的楼梯吗？但其实我不知道哎。满满的红房子，太美了。楼梯。这个楼梯通往城堡，但应该看不到。好，这个路口看起来正常一点。路口就在刚刚排太阳这边进去，然后左弯就看到刚刚那个铁网栏杆的楼梯了。绕了一大圈。好吧，我觉得这边的市区有点小凄凉，店就是关的关，倒的倒，出租的出租，然后没有什么好逛的。有菜卖酒的，卖酒的，这又是哪里啊？哦，对，我觉得我的开头好像就哪里了。那我猜这边应该就是市区广场了吧？走来走去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手工训好的潘年龄圆形的，我刚碰了手上。现在 Google 评分有5颗星满分，3.9。这跟工厂说好真的吃起来不一样，它有麦香，然后烤过的，它不太很香，它有烤过的比较香，很好吃。我想到怎么形容那口感，外面很酥，外面这一层很酥，你看，好像没有声音，但是外面很酥，然后里面很 Q 的，那种香香哦丁或是丁丁的。我的公车。好，反正我觉得说实在话，这个大门不太合理耶。以前的这个大门有点不是那么华丽，可是这个楼梯很厉害，这超大，可是上来楼梯。大门很不像国王的大门呢。大家分享一下，在 Google 的资料上面写说，这个城堡是6点关，然后其实在5点的时候，他们开始在各层楼关门，就是催促大家快点这样。然后，我刚看一下时间，现在才5点40分。然后员工都走光光了耶，当人果然真开心，可以听首收工下班。湖畔有一圈水，这边以前应该是国王打猎的地方，很不错哎，我好喜欢这个城堡哦，它里面有很多落的脚，有的是人家送的，从北欧或东欧来的。有的是那个国王他们去猎的，有一整间不止2、3整间房间里面全部都是鹿角的装饰，超美的。应该说让我的眼睛有一亮。然后这边跟那个这边的比较小而美一点，它没有像那个巴伐利亚那边搞的就是有点太稀花了，你进去你有太多东西要看，你不知道你自己要看哪里。然后再加上这边有那个平板，去跟你解释说那个画是谁啊，以前1700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都会有显示。我觉得那样对我来说比较清楚。我们的花园了，
哒当，花园。今日一日2个城堡成功，一天冲2个，从 Dresden 坐一个40分钟的车到 Manson 的再坐半个小时的车到这个 Mossberg。城堡，这边很黄，看不出东西，是空拍超漂亮，因为它就在一个湖中间。准备回家啦。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叫日式城堡它超级素一般德国的城堡外面都会有一大堆的雕像，不管是希腊神话的国王的就是会有雕像做装饰，可是什么都没有，超级素。我要搭的车477去 Dansberg。然后现在快要7点，所以我的车子在477，这个过了，所以要等到哪里？嘿，等一下，这个7点的时候，你们看，整条街空荡荡的，刚刚的主要干道也是空荡荡的。这小镇好安静哦，让我觉得有点怎么会这样嘞？今天不是礼拜天，眼睛看起来好深哦，怎么会这样？每天都是10点11点睡觉，早上5、6点就醒过来，然后看一看今天要干嘛，然后再睡回笼觉，大概9点10点起床，准备出门。好啦，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2天在这边玩的心得，目标是城堡，所以我这2天去了4个城堡，在 Dresden 去了2个，一个正在维修中，然后另外一个是很像博物馆的城堡，应该说它就是博物馆，它里面展示着各种枪械，然后以前骑士的配备。马穿什么，骑士穿什么盔甲，然后还有硬币，但它其实也不是真的硬币，因为它有的超级厚，然后有的三角形，有的是菱形的。我觉得比较像是纪念币，不是真的可以消费的金钱这样。然后属于以前皇室的摆设只有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对，然后我对他的是一个皇帝叫国王叫 August， 就是英文的8月，但是他们德文是他的名，他叫 August the Strong。因为他对于天文跟数学的兴趣，所以他那个时期研发了很多的工具，让他们可以去做测量城堡的测量然后关于农业的东西，军事博物馆，它就是枪刀剑以前看得到各种打战作战用的东西里面都有，然后横跨这几百年这样。它不是因为这个城堡成立，所以去收集来的，是以前的国王就是有这个兴趣，收集癖的兴趣。所以即使是我今天去看那个 Morisenburg， 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念对。它里面有一个，它墙壁里面有满满的都是用羽毛做的壁纸，所以它其实以生物的结构来讲，它就是很容易坏。毕竟它们羽毛麻纺这种东西，它会干它会被虫蛀它会坏掉，所以他们就是一片一片把它拆下来，然后重新修补着色，然后缝。477不是477有车来了。Mossberg 有什么厉害的呢？这以前狩猎工墙上满满的鹿角是以前人家进贡的时候送的。Mossberg 第2个厉害的点就是它有一间羽毛房。以前有一种技术是把鸟类的羽毛拆下来，然后用手工的方式把它拼凑成家具、毛毯、棉被等等的。他们还有因此获得一张奖状。那时候国王有多疯呢？
那时候8条社会大道中有一条被小三堵住了，国王就直接下令给我开一条路出来，就这样子。那时候国王就帮他把那个小三打了一个洞，打了100米长的隧道。猎场也会有用完的一天。August 的爷爷他在他的带领之下，他们可以狩猎到4000多头狼，可是换到孙子国王 August 的只能狩猎到240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动物几乎都灭绝了，这就是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纪念碑。大家都知道 Dresden 是个被摧毁、浴火重生的城市，但是连它周边的城堡也都没有办法躲过二战摧残的命运。所以二战后，人们想要重新修复，然后把以前的家具、绘画、收藏等等的全部再重新找回来。那时候有个有名的是写字台，它已经不见了好一阵子，直到有一次在拍卖会上被他发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他们在修复期间，在城堡后面的森林里面找到大量印有这个家族记号的锅碗瓢盆。今天呢，还解密了一件事情，我一直疑惑为什么城堡这么容易失火呢？原因是以前为了取暖会在房子里面烧炭，后来呢把它改成现代化了，用管线、天然气取暖。好啦，今天的故事分享到这里，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